天空蓝蓝的，很适合大家出门散步。服务设施检修完成，居民信箱回复完毕。今天的街道巡查可以开始了，这是我作为城市代理人的新一天。要从哪里开始呢？嗨，是格蕾修啊。内特先生有什么事吗？去看看吧。早上好，内特先生，你又弄丢东西了吗？啊，或许吧，我想是的，不过我不记得自己弄丢了什么。没关系，你可以慢慢找，一定都能找到。谢谢你啊，格蕾修，你讲给大家的故事总让我神游其中，忘记一切。哎，对了，我们什么时候继续那颗星星的故事啊？或许在我巡查完城镇，与大家制定新的庆典节目单，还有张贴公告栏之后，我想不会太早。没关系，好故事永远不嫌晚。我等着你，格蕾修。好，内特先生，再见。好香的味道。现在是菲洛牌薄饼出炉的时间。嘿，远远就看到你了，格蕾修，这次你可躲不掉了，快尝尝我的蜂蜜果仁酥饼。谢谢你，菲洛，但我现在还不饿。这么早的时间连食堂都没开门，你该不会又是用饼干和冷牛奶对付吧？总是这样那怎么行？不要紧，菲洛，我在方舟里就习惯这么吃，所以没问题。嗨，快尝尝，还得多谢你帮我修好了定时器，不然就没办法烤出这么好吃的酥饼了。不客气，菲洛，我很擅长修理。对了，劳迪斯跑到哪里去了？怎么没有看到他？是呀，往常你一过来他就要屁颠屁颠地跑向你，不过今天天气这么好，也许是去哪里抓蝴蝶了。哎，第二炉酥饼烤好了，不说了，格蕾修，如果你看到了劳迪斯，记得叫他早点回家。可是菲洛，酥饼有些多了。那就跟孩子们一起吃吧。地上的颜料桶，罗伊和克拉又在画画吗？罗伊、克拉，早上好，要一起吃酥饼吗？要吃要吃，谢谢格蕾修姐姐，你最好了。格蕾修姐姐，快看我们的画，金色的星星在糖果里捉迷藏，小船飘呀飘，比彩色的小猫飞得还要高。非常漂亮的颜色，我很喜欢。格蕾修姐姐，今天继续教我们画画好不好？你要是忙，明天也可以。那就明天晚上吧。今天我要给大家继续讲星星的故事。是新故事，我也要听。对了，格蕾修姐姐，你知道哪里有彩色的小猫吗？克拉说她见过，我怎么没有？就是见过嘛。现在我画到纸上，罗伊你也见过啦。我要把看到的世界全部留在画里。纸上见过怎么能算数？克拉，你这样说也太犯规了吧？嘿，你们快看，是彩色的小猫。劳迪斯的尾巴在调色盘上。不可以，劳迪斯。菲洛叫你早点回家，不许再跑远了。劳迪斯走错了方向，我必须快点追上他，不能让菲洛担心。
还以为你想我了，原来是要在我的衣服上画画，不可以哦。快回去吧，不然菲洛又要发动孩子们找你了，到时候他的花圃可就遭殃了。劳迪斯在米斯特林面前很听话，大概是因为我和某位性格同劳迪斯相仿的朋友待了很久吧。作为他的监护人，我当然很了解这种性格了。虽然他们身上的确有相似的颜色，但普罗米修斯应该不会认同监护人的说法。是吗？你看，连17号身上的这份叛逆也同劳迪斯如出一辙呢。原来是这样，那一直以来辛苦你了，米斯特林。还是在星际间回收能源更辛苦一些呢。一个人在崩坏潮汐带中寻找维系启明运转的资源，我每天都觉得好孤单。崩坏潮汐带，宇宙一个人。抱歉，格里修。为什么要道歉？米斯特林的问题正好是我擅长的部分，所以他不会让我感到苦恼。毕竟在航行中如何让自己不觉得孤单，我还是很有经验的，对吧？你一直都做得很好，格里修。不过因为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，所以倒是要回想一下缓解孤独的方法。或许米斯特林需要一位能够随时说话的朋友，就像普罗米修斯在你身边时那样。米斯特林，以后你在采集能源时，我们就一直保持联系。我会将巡查中遇到的每一件事都讲给你，你也能和我分享星星们的模样。好啊，这真的是非常棒的方法呢。谢谢你，格里修。等到飞船修好，我也能为启明在星星界开采能源。米斯特林和我可以轮换着工作。其实全都交给我来做也没问题，我很擅长这些事。但现在只有米斯特林能够开采能源，帮助启明维持运转。没关系啊，我也挺喜欢这份工作呢，因为这可是只有我能做到的事，连启明居民心目中无所不能的代理人格蕾修都暂时无法完成。可是米斯特林一个人在星星街很孤独。这只是一个玩笑，毕竟我真的很想看到格蕾修为我担心的模样啊。原来是这样。而且更重要的是，让启明永远幸福繁荣，这是小红他们当时的遗愿。就算遇到再多困难，我们也必须做到，不是吗？呸！什么当时的遗愿？雨兔又在乌鸦嘴了。小红，你们回来了。用了格蕾修制造的机器，安装庆典舞台的效率提高了超级多，所以我们就早回来了。其实还能更早回来，只要红这个笨蛋没有偷偷跑到房顶上，非要用风筝飞下来。小红为什么这样做？红说自己要表演一个超级精彩的节目，所以必须用最意想不到的方式登场。就算是这样，那也太危险了。哎呀，程姐，你都念到一路了，这不是还在试验阶段吗？再说了，如果能用风筝在城市上飞着巡逻，哇，效率一定更高了呀。小红的话很有道理呢，对吧？你们看，雨兔也这么说。雨兔要是再这样肯定他，恐怕红下次的奇思妙想就不止用风筝在天上飞这么简单了。我记得小兰这几天晚上也在研究风筝的事情，你还问了我很多问题，可为什么现在你好像并不认同小红的主意？
原来蓝每天晚上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是研究风筝，我还以为他是不想在庆典上表演节目，所以才偷偷躲起来。蓝才不是不想表演节目，他只是在紧张。看来蓝也很期待庆典呢。不过风筝的事情还是谢谢你啦。别谢我，我只是害怕你这个笨蛋从天上掉下来，砸坏了紫河城精心布置的舞台。蓝又在口是心非啦。好了，小紫，再说下去蓝更要不好意思啦。启明，启行明日，真是个寓意很好的名字呢。浮华姐姐说不定很有启明天赋哦。是啊，那场战斗之后，在发现本地人都忘记了弗洛斯这个名字的时候，我们不知所措了好一阵子呢。幸亏小 V 他们还记得浮华之前起的这个名字，才避免了一场大混乱。浮华姐姐说，她当时只是碰巧根据弗洛斯和赫斯珀的含义，使用了家乡习惯的叫法启明和长庚，没想到会在这种时候派上用场。也许这就是所谓冥冥之中自有天意，毕竟是浮华赋予了这座城市新的名字，也是他为这颗星球开辟了新的未来。对小 V 他们来说，这也是他们第一次由自己主宰的新的人生。启明能像现在这样每天都充满开心的色彩，真好。是啊，只要能看到这群孩子，再枯燥的挖矿生活也变得有趣起来了。从前那么长的时间里，是维塔奔走在各处，为城市带来能源。如果他还在，如果他能看到启明充满生机的色彩，他该也会感到幸福吧。原来维塔会这样想吗？我说不清楚，维塔身上的颜色很模糊，但不论维塔内心真正的想法是什么，他最后的举动确实帮助了启明。你们刚才说的维塔是谁？我们不是一直都在帮助启明吗？维塔是……你们每一个人都是维塔呀。没错，我们都是维塔。可格蕾修姐姐刚才在叫哪一个维塔呀？不管是哪一个维塔，大家都愿意帮助启明变得越来越好，就像雨兔和格蕾修一直做的那样。我们会继续努力。努力的大家最棒了。看来我和格蕾修应该可以放松一下，好好期待几天后的庆典了。怎么能只是期待？格蕾修姐姐和雨兔姐姐作为启明的一份子，当然要表演节目啦。好啊，我再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吧。其实，格蕾修很擅长表演节目呢。哎，真的吗？哎，真的吗？哎呀，都这个时间了，格蕾修该去排练了。正好巡查水源的时间快到了，我们这就准备动身，不打扰格蕾修排练了。好，我去安置雨兔运回来的能源，一会儿就去找你们。雨兔姐姐，格蕾修姐姐，一会儿见。一会儿见了。走了，蓝，他们辛苦了一早上也累了。好险啊，差一点就圆不回来了，对不对？米斯特林，我还是不明白，为什么他们记得浮华姐姐，记得你，记得我，也记得每一位居民，却想不起来弗洛斯这个名字，也一点都不记得与他们相处最久的维塔呢？是啊，为什么呢？
那个人，他这样的神情，还真是难得一见。快过来呀，格雷兄，程姐又在给大家分糖呢。啊，这样难得的景色，我很乐意再多看一会儿呢。不过，还是去打个招呼吧。谢谢程姐姐，程姐姐给的糖天下第二好吃。天下第二？那第一好吃的糖是什么？是，我不知道呀，或许是梦里吃到的吧。哇，你这就是对梦境的美化嘛，梦里的事情怎么能算数呢？是呀，梦里的事情怎么能算数呢？你这就准备走了？呀，原来是米斯特林小姐，刚刚没有看到你，真对不起。没关系，你出现在这里又不是为了见我，逼他。你怎么能这样想呢？说不定我就是专程来向你告别的呀。虽然我们有一些不够愉快的过往，不过面对一个获得真正自由的人，你总要给他一个向永远留在此地的老朋友诉说离别之情的机会，对吧？永远留在这里。即使真的如此，那倒也不是什么坏事。不用向大家道别，未说出口的话语，也不会在命路的终末沦为无以言表的遗憾。就算是我，也很讨厌离别呢。是吗？我倒觉得离别是件值得庆贺的事情。告别作为他者影子的生活，告别唯命是从的宿命，告别曾经桎梏我的一切。我呀，现在开心的不得了。那在离开之前，不去跟他们打个招呼，分享这份喜悦吗？之后，你们大概不会再见面了吧？哦，抱歉，我忘记了。因为你继承了创世神的那颗核心，作为你的造物，这些孩子，这里的市民，永远都不会对你留下任何记忆。可是这又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我不在乎那些记忆，也不在乎他们，那只是前一个我留在宇宙角落里的末日残子。可别太言不由衷哦，维塔。如果真的如此不在乎，那天你又为何要捡起那些糖果呢？钥匙的全能剥落后，掉落的糖果便是那些孩子们的本质。他们的记忆和感情所凝结成的存在，他们的可计算实体，或者说灵魂，那是所嗤之以鼻的东西，却被你小心地珍藏起来，甚至在那之后将那些权限还给孩子们，再次赋予他们生命。这与你口中的不在乎好像背道而驰吧？别逗我笑了，米斯特林小姐。难道你认为我会看得上那些微不足道的权限？我现在所拥有的多样性，可远超时之律者与希尔小姐。偶尔抛下一两个自己根本用不到的权限，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吧？我还不想变成一个斤斤计较的老婆婆，那也太不可爱了。但他们的确不记得关于你的一分一毫。漫长轮回里凝结的全部记忆和情感，彻底散逸，不复存在。我很好奇，这种劳而无获的事情，对你来说究竟有什么价值？这很简单啊，一件根本不在乎的东西，你会考虑它的情感价值吗？为垃圾桶里的闲置资源思考价值和意义，那是傻子才会做的事吧？啊，对不起，好像的确有一个无法真正融入世界的理型，
为了拯救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世界跑，失去了专属于自己的高维空间，只能被困在这座小小的城市。困这个字用的不准确哦。我很喜欢启明的人们，能成为他们的一员，倒是很难得的经历呢。而且，这里的孩子都好乖好可爱，在他们眼中，我就是无所不能的雨兔姐姐哦。原来米斯特林小姐是个天性乐观、擅长随遇而安的人呢。你能有这种心态真是太好了。毕竟我可担心过，你会不会因为被困此处，在将来的某一天又要干起老本行呢？没什么，只是在那片已经消散的迷雾里，我也窥见了你的前世记忆。怎么说呢？为了做个人，你也挺不容易的。还好吧，生而为人，大家总要面对类似的事情。好了，米斯特林小姐，我无意冒犯。如果你真的很想确认我对那些孩子的想法，那就让我举一个例子吧。你会在乎随手丢下的果核吗，米斯特林小姐？我当然不会啦，毕竟那只是我的食物残渣。我不会考虑它在明天是化为齑粉任人践踏，还是破土而出萌生新芽，因为那只是我随手丢下的一枚果核，从始至终仅此而已。即使未来的某一天它花繁叶茂生机盎然，那也与我无关。所以你想说，从最开始到现在这漫长的时光里，你从未有一秒在乎过他们，是吗？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？那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是啊，理所当然。到底在哪里吃到过最好吃的糖吗？没关系，小黄，我们可以一起制作最好吃的糖，对吧，程姐？当然，大家一起做的糖果肯定最好吃。你们快一点，格蕾修姐姐要讲新故事啦！来，别对着城墙发呆了，快过来！来了。你瞧，这真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小世界呢，对吧？怎么了，格里修？是苏叔叔。苏叔叔，你怎么又隔这么久才和我联络呀？大家最近在做什么？我有很多事情想讲给你们听呢。花姐姐在启明时给我讲了大家的故事，还介绍了她的新朋友，他们都是很有趣的人。苏叔叔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格蕾修，抱歉，我不能打破平衡，与你们的星球结下太多因果。我明白。不过，你可以自己去问问他们，近来如何。苏叔叔。